vivo X300 Ultra 来了，在它的右边呢就是 vivo X200 Ultra。本期就是 X300 Ultra 的全面评测了，看点如下，推荐大家仔細去看。由于现在 X300 Ultra 还是工程版固件啊，不适合做全面的对比，但是在关键点上，比如说节骨眼上呢，我们还是会拿 X200 Ultra 做参照的。等 X300 Ultra 升级到了正式版固件之后，我们自然会拿它跟其他家品牌的旗舰机做全面对比的。如果你关注手机影像的话，那么我希望你也能拿起設備，積極地參與到攝影中來。這也是我們節目一直倡導的，就像本期攝影環節入選的這些朋友一樣。還有就是別忘了給我們節目來個點讚和加關注啊！那下面就看看本期有哪些網友的攝影作品入選了吧。前面这些照片我故意把設備名稱的水印給隱去了，目的就是為了讓攝影環節大家多討論攝影本身，少討論器材。到了節目最後的總結環節呢，很多照片大家還是可以看到是什麼設備拍的。雖然設備分好壞，但是攝影不論器材，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歡迎收看 ZPH， 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那下面就來看看這兩台設備的表現吧。手機的後攝依舊是3顆鏡頭，主攝超廣角和長焦鏡頭。主攝是35毫米焦段，而且全球首發了索尼1.1英寸的2.1像素大底。那由於它的主攝是等效35毫米的，那麼它的長焦呢是相當於自己的2.5倍，相當於其他手機，也就是普通手機的3.7倍，等效85毫米。拍攝界面還是大家熟悉的 vivo 的風格，默認呢還是以等效焦段來標注變焦按鈕的。當然了，也可以在設置裡調成用倍率的形式來顯示。着重說一下在拍攝界面中的變化啊，首先就是人文攝影模式，從上滑改到了直接放在了菜單裡。高像素模式的拍攝選項多出了2500萬像素的選項，現在可以拍攝2500萬像素、5000萬像素和2億像素的照片。錄像方面，這回也加入了很多新的功能。首先，在拍攝菜單中就可以選擇直接拍攝 log 視頻，而且是所有的鏡頭、所有的焦段都可以拍攝 4K 120幀10比特的 log 視頻。而且這次錄像非常注重收音的效果，還可以調節收音的各種參數。現在大家看到不能選擇，是因為現在是錄屏狀態，已經在錄製當中了。正常在錄製前是可以隨便調節、隨便選擇的。在拍攝界面中 ，vivo 還提供了2種現成的電影拍攝模式，分別是 Film Look 和 Film Still。那麼以上提到的所有的錄像新功能都會在錄像測試環節一一給大家展現。還有就是這一代 X300 Ultra 在拍攝時提供的色彩模式選項，都已經是從底層重構、重新做的色彩模式了。那麼這點呢，也會在擴張度環節給大家展現啊。而且這回全新的色彩模式是錄像跟攝影都通用的。現在看到的就是各種模式的成片效果，希望大家利用這些色彩模式多多去創作，去尋找適合自己的色彩模式，在拍攝的過程中用這些色彩模式來記錄你拍攝時候的心情。廠家為消費者提供了這麼多好看的色彩模式，也是為了培養大家對攝影的興趣，希望大家也能多多參與到攝影中來。那麼看了這麼多樣片之後呢，我希望大家也能明白啊，照片的色彩都是可調的。那麼作為攝影設備，最關鍵的還是得看它的光學素質和解析力。那麼下面呢，我們就正式開始測試這台設備的表現了。
到了關鍵的地方，也會用上一代旗艦 X200 Ultra 來對比。不過本期視頻我們先從錄像環節開始聊。X300 Ultra 這回全鏡頭、全焦段都支持 4K 120帧10比特的 log 視頻。現在看到畫面就是没有架子、没有穩定器，我手持低机位去追蹤滑板少年的翻板動作。這段視頻用的就是 4K 120帧10比特的 log 格式拍攝的，用正常的速度播放就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慢動作。log 視頻也有很強的後期能力，而且當时没有任何的穩定設備啊，我還是哈着腰跑步去追拍的。大家覺得防抖效果怎麼樣呢？在錄像中還有2種電影風格可以選擇，一種是 Film Look， 還有就是 Film Still。現在的畫面就是 Film Look 的錄制效果，而我個人更喜歡的是 Film Still 風格，它拍攝出來的效果呀更有電影感。首先它的畫幅比例是 2.4比1的，而且它的帧率是24帧電影的拍攝規格。在 Film Look 的色彩基礎之上呢，它還增加了運動模糊以及胶片独有的顆粒光暈還有暗角效果。它不但適合固定机位，也適合移動拍攝的移动机位。现在看到的畫面呢，其實就是我拿着隨便拍了一下，拍完之後我仔細看這段影片，我覺得感覺非常對啊，非常像電影紀錄片的感覺。高品質的 log 視頻可以讓你有豐富的後期空間， 4K 的高清可以讓您隨意的裁切畫面，120帧的慢動作可以讓你拍攝高質量的運動畫面。當然了，顏色也可以隨心所欲的後期調整。基本如此， vivo 還是為你提供了2種現成的電影拍攝風格。設備該給的都給了，廠家該提供的也都提供了，剩下的就要靠您自己去多拍多練了。對了，這回 X300 Ultra 說它錄像的時候收音效果非常好，它到底怎麼樣呢？這2段錄像呢，就是我拿起手機用默認設置，沒有調任何的參數，直接拍攝直接錄的，大家可以戴上耳機仔細評價一下。雪下了幾場，是空白幾行，孤獨釀成湯，願滿天星光觸景收場。這小歌，候鳥飛回北方，歲月蒼老了誰的模樣，沒能錯過這時連風都不知道，我那白色的夜那麼近，当時錄製的比較匆忙，就是覺得歌手當時發揮的不錯，於是就拿起手機直接錄了，都是默認設置，沒有調其他的參數，更沒有鎖焦，畫面有的時候會有抽搐啊、發虛的情況，但是作為讓大家聽收音效果的素材呢，還是足夠了。下面就進入正式的錄像測試環節，前面提到這些所有的效果，它的基礎就是手機默認設置的錄像表現了。現在看的就是主攝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現，沒有架子，沒有穩定器，在默認設置下色彩還是很素雅的。錄制時的天氣是霧霾天，雖然說有陽光，但是天空還是灰蒙蒙的。防抖非常好，清晰度非常高。現在看到的晃動呢，就是走路正常的運動表現啊。如果你想讓畫面非常穩定的話，可以開啟超級防抖。現在是超廣角的表現，超廣角鏡頭呢，其實也是這台手機默認的錄像鏡頭，錄像的效果也是主攝級的，色彩跟主攝的表現也很接近，防抖跟清晰度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在這種大逆光的場景，樹枝和天空的分界也沒有出現紫邊，光学素質非常不錯。現在是主攝50毫米數碼變焦的表现，相当於一般手機的2倍數碼變焦，自己的1.5倍數碼變焦啊。畫面的流暢度沒有問題，防抖跟清晰度也是上乘的。就是當時的天氣不太好啊，霧霾比較大。
现在是85毫米光学焦段的表现，颜色跟清晰度都很好，防抖也十分优秀。还是天气的原因，你看拍近处的时候颜色还是非常鲜艳的，越往遠處拍呢，顏色越發白啊，沒有辦法，當時就這樣。現在是230毫米數碼變焦的表現，相當於其他手機的10倍數碼變焦，相當於自己的6.7倍數碼變焦。防抖跟清晰度依舊是上乘的表現，而且作為數碼變焦，它的數碼處理痕跡還是很輕微的。這次 X300 Ultra 的攝影套裝裡配了2顆鏡頭，左邊大個的是400毫米鏡頭，中間小個的是200毫米鏡頭，最右邊黑色的是原來 X200 Ultra 上的200毫米鏡頭。那這回錄像測試呢，咱們也把這顆新的400毫米鏡頭裝上，看看它的遠攝效果怎麼樣。現在就是400毫米增距鏡和 X300 Ultra 最遠的錄像焦段690毫米的對比，可以看到它們之間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啊，解析力方面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而且400毫米增距鏡這邊的防抖效果也非常好。那這段對比呢就更為直觀了，左邊呢是400毫米增距鏡的數碼變焦8倍焦段啊，相當於增距鏡的2倍數碼變焦。右邊呢還是手機的最遠錄像焦段690毫米焦段，可以看到解析力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可惜就是當時的天氣不太好啊，霧霾比較大，往遠了拍呢，畫面有點發白。現在是主攝夜晚的錄像表現，相對於白天而言，解析力跟防抖呢都稍微有些下降，但是它暗部的細節呈現是相当好的。現在是超廣角的夜晚錄像表現，這顆主攝級的超廣角在這麼暗的地方錄製的效果也確實是主攝級的，表現得相當好。現在是85毫米長焦光學焦段的錄像表現，到了夜晚它的防抖依舊是非常理想的，而且清晰度很高。現在是230毫米數碼變焦焦段，相當於其他手機的10倍數碼變焦，自己的6.7倍數碼變焦，防抖依舊是非常強悍的，解析力也不錯。優點是畫面裡的數碼塗抹感、數碼處理痕跡比較少，但是代價呢就是噪點相對的多一些。再說主攝，這回 X300 Ultra 用的是最新的1.12英寸的2億像素感光器，也是現在市面上最大的2億像素感光器了。我看到有人說主攝的感光器是變大了，但是光圈變小了。可是你看手機後攝的凸起高度已經很高了，如果主攝的光圈再變大一些呢，整體鏡組的厚度也會增大，體積也會增大。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对手機後攝凸起高度有沒有要求啊？如果你覺得主攝的光圈可以再大一些，手機後攝凸起的高度也可以再高一些，你就大1。如果你覺得現在已經夠高了啊，手機後攝不要再凸起這麼多了，你就大2。那與此同時呢，你也就不要抱怨主攝的光圈不夠大了。看實拍樣片，測試方式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拿起來就拍。當時的天氣啊，有點霧霾天啊，天空比較陰霾，整體的顏色你們覺得怎麼樣呢？那麼中心解析力跟邊角畫質把控方面，這台主攝做的還是很優秀的。中心解析力肯定沒問題，最好的是邊角畫質的把控能力。雖然說35毫米鏡頭天生就對邊角畫質把控方面有優勢，但是這點也要建立在優秀的鏡組光學素質之上的。在換了全新大底還是行業首發的情況下，能做到優秀的光學質量，那這方面還是值得肯定的。換了一個標板場景，顏色方面大家覺得怎麼樣呢？那麼中心解析力依舊沒問題，最好的還是邊角畫質把控方面啊，幾乎沒有什麼下降。X300 Ultra 主攝的高清模式最高是2億像素的，那麼對比之前 X200 Ultra 上的5000萬高清模式會怎麼樣呢？解析力的優勢還是非常明顯的。再換一組自然紋理比較豐富的場景，可以看到在解析力方面，這一代 X300 Ultra 的2億像素高清模式提升還是很明顯的。再說超廣角鏡頭，依舊採用了主攝級的1.28英寸感光器啊，尺寸非常大，而且等效焦段達到了14毫米，視角非常的寬廣。看實拍相片，這個場景的色彩還是十分濃郁的。那麼中心解析力沒有問題，邊角畫質相對於中心來說呢，有一些下降。不過這顆超廣角的威力啊，還是要到光線比較極限的場景，比如說夜景場景的時候才能顯現出來。再換一個場景，中心解析力依舊沒問題，邊角畫質的把控程度呢，老實說在採用這麼大底而且等效焦段達到了14毫米的情況下，有這種邊角畫質的把控已經不錯了。超廣角的高清模式是5000萬像素的，那麼對比默認1200萬像素，在解析力方面的提升還是比較明顯的。
再說長焦鏡頭，1.4/1的底，2.1像素，等效焦段85毫米。现在看到的是主摄35毫米和1.5倍50毫米数碼变焦的对比，50毫米相当于其他手机的2倍数码变焦，相当于自己的1.5倍啊。解析力方面呢，没有什么区別，畢竟是同一顆鏡頭拍的嘛。现在是50毫米數碼變焦和2.5倍85毫米焦段的對比，85毫米就是這台手機的光學長焦焦段了，相當於其他手機的3.7倍，相當於自己的2.5倍啊。解析力方面提升還是非常明顯的。85毫米長焦鏡頭也有2.1像素高清模式，那麼對比普通模式的1200萬像素啊，在解析力方面的提升非常明顯。现在对比的是 X200 Ultra 的85毫米長焦2.1像素高清模式，那解析力方面會有提升嗎？你還別說，還真有提升。換了一個場景再重新對比，結果也是如此。X300 Ultra 的2.1像素長焦鏡頭比 X200 Ultra 的解析力又強了。現在是85毫米焦段對比230毫米數碼變焦的焦段，230毫米相當於其他手機的10倍數碼變焦，相當於自己的6.7倍啊，解析力的提升依舊很明顯。現在是230毫米數碼變焦對比690毫米超長數碼變焦啊，690毫米相當於其他手機的30倍數碼變焦，相當於自己的20倍。那麼在畫質上呢又有提升，當然這是 AI 的功勞。那下面把這顆新的400毫米增距鏡裝上，看看它的遠攝表現怎麼樣。現在是手機的690毫米超長數碼變焦對比400毫米增距鏡的效果啊，可以看到增距鏡這邊的解析力要高很多呀。而且400毫米的增距鏡也可以拍攝2.1像素高清模式。那麼這個時候跟手機690毫米的數碼變焦比，解析力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增距鏡也可以數碼變焦，可以從400毫米也数碼變焦到3200毫米。那麼這個時候跟手機690毫米數碼變焦的效果比，提升真的是太大了。那300 Ultra 上這顆400毫米增距鏡跟200 Ultra 上那顆200毫米增距鏡比會怎麼樣呢？可以看到400毫米增距鏡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解析力比200毫米增距鏡要強很多。雖然說 X200 Ultra 也能頂上這顆新的400毫米增距鏡，因為它們的卡口還有法蘭距都是一樣的啊，也能用。但是界面上顯示的焦段肯定是錯誤的，因為它顯示的是200毫米增距鏡的焦段，而且防抖方面呢也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啊。不過這點呢都是軟件上的事兒，希望後期 X200 Ultra 可以軟件升級，支持這顆400毫米的增距鏡。微距拍攝這塊 X300 Ultra 和 X200 Ultra 都有長焦微距，現在看到的就是它們的85毫米長焦直接拍攝微距的效果。兩邊的顏色不同，我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測試完擴張度之後 X300 Ultra 這邊沒有把顏色模式切換成默認的，所以兩邊顏色模式不同，導致拍摄出來的色差很大。那麼換了一個場景之後，它倆的顏色基本一致了，而且這兩台手機拍攝微距效果也是很接近的。再說前攝，用的就是手機前攝的默認設置，沒有調其他的選項。那現在這個場景呢是陽光直射的場景啊，對於自拍來說呢還是挺難的。那這台手機拍攝出來的效果是沒什麼毛病的。換了一個在阴影裡的場景，那自拍的難度呢也都降低了，這個時候拍攝出來的效果呢比剛才還要好。可惜的就是最近換季加上着急上火，我2個眼睛都起針眼了。我17歲的容顏呢稍微有些降低，你們就當我今年19就行。現在對比的是200 Ultra 的前攝啊，可以看到无論是在陽光直射的場景還是陰影下，300 Ultra 這邊的人物膚色刻畫的確實更好一點。現在看到的是前攝錄像的表現，用的也是默認設置啊。X300 Ultra 那邊對比200 Ultra 啊，在膚色方面看着更真實一些。200 Ultra 那邊的磨皮美顏呢，是能看到一些效果的。兩邊的防抖都還可以，但是在面部防抖方面呢，都可以再稍微加強一下。再說人像拍攝，用的就是手機人像模式的默認設置。vivo 的人像拍攝一直是強项啊。測試呢也有2個場景，第一個场景呢是在阴影裡邊，效果沒得說。那麼第二個場景呢是在陽光直射的環境下，對於拍攝人像來說也是非常難的啊。可以看到人像效果是非常不錯的。那对比 X200 Ultra 呢，可以看到無論是陰影場景還是陽光直射場景，人物的膚色呢都更紅潤一些，兩邊磨皮美顏的程度是一樣的。那這次人像拍攝也有2.1像素高清模式，當然你就是用35毫米主攝直接拍了，35毫米人文鏡頭拍攝人文很強，拍攝人像当然也沒有問題了。那麼新的2.1像素人像模式可以看到，在解析力方面是比200 Ultra 那邊要強很多的，而且 X300 Ultra 的閃光燈是可以变焦的，
可以根据你選擇焦段的不同來改變閃光的範圍和強度。現在這些照片呢，就是在光線非常複雜、非常暗的環境下拍攝的。那效果怎麼樣呢？各位說了算。當然了，如果室內光線合適的話，也可以不開閃光燈直接拍攝。這個效果大家滿意嗎？再說直出擴張度的表現，那麼這次呢，我測試了鮮明、原色還有質感3種色彩模式。前面說過了，這回 X300 Ultra 的所有色彩模式都不是沿用 X200 Ultra 上的了，都是從底层重构、重新做的色彩模式。那么它的性格相对于 X200 Ultra 来說也發生了變化。那之前測試了這麼多 vivo 的色彩模式，老觀眾應該知道啊，它的原色和鮮明模式在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方面還是非常好的，可以滿足你拍完之後在後期的需求。但是質感模式並不是，原來的質感模式是讓你拍完之後直接用、直接出片的，它的暗部細節保留呢並不是非常豐富，亮部的細節呈現呢也沒有前2種色彩模式好。但是到了 X300 Ultra 上，我測試的這幾種色彩模式，在如此大光比的環境下，它的亮部、暗部細節呈現啊，細節保留都是非常豐富的，都可以滿足你拍完之後在後期的需求。那現在看到的就是 X300 Ultra 和 X200 Ultra 在相同模式下的樣片对比，可以看到到了质感模式下，两边的區別還是非常明顯的。再看夜景的表現。那麼 vivo 夜景的實力呢，大家心裡都應該有底了。這方面呢，也是 vivo 的強項啊，而且還是 vivo 的最強項，基本可以免測了。那在這些城市夜景環境中呢，當然我們挑選的這些測試場景也是很難的，亮部很亮，暗部很暗，是光比非常大的測試場景。那 X300 Ultra 無論是主攝還是超廣角，在直出的情況下，它的表現都是非常優秀的，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都很好。那現在就是中長焦的夜晚表現了，現在看到的是50毫米和85毫米光學焦段的對比，兩邊的表現十分接近。現在是85毫米光學焦段和230毫米數碼變焦的对比，表現也是沒有問題的。就算到了城市非常暗的環境，85毫米和230毫米數碼變焦在拍攝的時候效果也很好。到了極暗環境就要打開夜景模式了，那 vivo 的夜景模式也是非常厲害的。那第一個場景呢，祖傳神速對於這台手機來說沒有什麼壓力啊，健身器場景就很有難度了，但對於主攝來說肯定是沒有壓力。但是表現更好的當然是這顆主攝級的超廣角了，可以看到它的細節呈現也是非常優秀的。這是其他手機不對，這是除了它和 X200 Ultra 以外其他手機很難做到的。場景難度再提高一些，樹林小路場景，當然了，主攝完全沒有問題，最好的還是超廣角的表現啊，細節呈現很到位。最難的祖傳神速場景，對於這台手機來說當然也是沒有壓力了，同樣的超廣角的表現非常不錯啊。最後的總結環節呢，咱們還是就着這期攝影環節精選的照片來總結一下 X300 Ultra 的表現。vivo X300 Ultra 在全球首發新款大底2.1像素主攝的同時，還保持了主攝高水平的鏡組光學質量。2.1像素高清模式比 X200 Ultra 在解析力上的提升還是很多的。主攝級的超廣角繼續保持行業領先。那作為發明手機以來唯2強大的超廣角鏡頭，那另外一款呢就是 X200U 上的超廣角啊。這麼好的超廣角能保證手機從超廣角到中長焦在任何光線場景下都能拍出觀感近似的照片。那2.1像素長焦鏡頭在硬件上迭代更新，在軟件上也在持續發力。新款的400毫米增距鏡遠攝效果很棒。那麼前攝呀、人像啊、夜景啊這些 vivo 的傳統強項啊也都沒有掉鏈子。最好的就是這次在錄像上的玩法，錄像規格和模式玩法上的升級，還有錄像收音上的發力。那麼這些呢前面都已經介紹過了，大家可以仔細去觀看測試樣片。那麼到了最後呢，大家可以說一下你們喜歡這台手機的工業設計，喜歡這台手機的造型嗎？如果你覺得好看打1，如果有其他的看法打2。OK， 到結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選擇方面為您提供了幫助，也希望您能喜歡我們的節目啊，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